如果我问你，近代沙俄最想割走但却没有割走的中国领土是哪一块？您会如何回答？有人会说是辽东半岛。1898年，沙俄通过旅大租地条约，强租旅顺港和大连湾。但是之后日俄战争爆发，沙俄战败，三国干涉还辽，沙俄想吃的肥肉最后没有吃得下去，可却又一直惦记着。1945年，美苏英三巨头搞了雅尔塔协定，密约大连商港需国际化，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，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。后来新中国和苏联订约，大连港回归中国，可直到1955年赫鲁晓夫访华，苏军才从辽东撤离，可见俄国对辽东半岛的垂涎。但是也有人说不是辽东半岛，是东三省。1896年，沙俄逼迫满清签订中俄密约，试图以黄俄罗斯计划吞并东北乃至整个中国。但是结果东北没有吞并成。1917年10月革命，沙俄先被吞了。可即使如此，我们的外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也还是让沙俄给占了。今天去故土海参崴，去库页岛还得办俄罗斯签证，俄罗斯说免签呢，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免签。沙俄最想割的，但却没割走的，岂非东北乎？这两个说法都很有道理。因为这沙俄仕途成性，实在很难说哪块土地是沙俄最想割走的。毕竟沙皇尼古拉2世想把全中国给割走。但要我说沙俄最想割但却没割走的土地就是这儿，新疆。再具体点说，乌鲁木齐。为什么呢？晚清海防与塞防有一场著名争论，而这场争论中，左宗棠就说得明明白白：重新疆者，所以保蒙古；重蒙古者，所以卫京师。说白了一旦新疆被沙俄鲸吞，国将不国。不过另一个左公也没有想到的原因是，当时以为的矿地新疆，如今却是俄罗斯眼馋不已的宝地新疆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染，我现在就在新疆。阿染西域记怎么能少得了新疆呢？在走完中亚5个斯坦国之后，我来到了我国的新疆。从塔什干到乌鲁木齐真的仿佛是从70年代一下穿越回了现代。前一天我还在塔什干的大巴扎，20年前的老平板，电脑都是感觉很有年代感了。Computer， старый компьютер。Все хуйня китайский. Китайский? Все? 哦，非智能手机还在售卖，手机的店，这些老年机都还是在卖的。飞机直接在我头上飞过去，街头全是西甲布，即使是戴着鼻环的少女也穿着黑袍。而后一天，我就穿梭在乌鲁木齐的霓虹中，新疆姑娘穿衣自由，零西甲布，最新款的 iPhone 也正在售卖，而非智能手机早就被淘汰了。今天的新疆是中亚之心，然而这颗跳动的中亚之心却在100多年前险些被沙俄吞入血口。沙俄鲸吞外西北的血泪史今天看犹是杜鹃啼血，眼倦不忍看。可是这段历史我们又不能忘，不敢忘，因为那背后有一个嗜土的血口。1860年，第2次鸦片战争潦草收场，沙俄伪善调停，迫使满清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。在这个条约中，沙俄写下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为界，外西北的中俄边界被沙俄刻意的模糊化，也悄然伏笔了沙俄的入侵。2年之后，陕甘回变爆发，神州崩裂，沙俄趁乱在1864年胁迫满清签订了中俄堪分西北界约记。中国外西北44万平方公里被沙俄鲸吞。44万平方公里有多大呀？要知道，日本的领土一共也才37万平方公里，沙俄这一刀就割走了1个半日本。但是嗜土成性的沙俄还想割走更多领土。1871年，陈阿古柏占据新疆，沙俄以代守为名强占伊犁，一直到1878年左宗棠收复新疆，沙俄也还没有还我们的土地。也难怪左公在塞防论中就说阿古柏不足为惧，真正的狼子野心是
沙俄。也难怪林则徐说：“应以何足深虑，其志不过以鸦片及奇巧之物截取中国钱帛而已耳。终为中国患者，其俄罗斯乎？”到了1879年，沙俄胁迫清使崇厚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，割让了伊犁大部。消息传回北京，全国震怒。左公都收复新疆了，我们为什么还要再割领土给沙俄这个罗刹鬼呢？于是曾纪泽重新谈判，签订了改定条约。虽然是收回了伊犁，但还是赔款了500多万卢布，并割让了伊犁西部7万多平方公里土地，这其中就有现在哈萨克斯坦的最大城市阿拉木图。到了1890年，沙俄与英国私分帕米尔，清廷仅保有塔克敦巴什帕米尔。1892年，沙俄强占萨雷阔勒岭以西的地区。算下来啊，近代沙俄在这20多年时间里蚕食了新疆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。如果没有这个嗜土成性的沙俄，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、哈萨克斯坦东部仍然在我们中国的版图内。但是即使如此，嗜土狂魔还想把中国变成黄俄。只不过啊，现世报来了。1917年，圣彼得堡寒风烈烈，沙皇仍在地图上圈下新的待征服之地。但是他不知道的是，在东宫之外，布尔什维克们已经扛起了红旗。10月革命一声炮响，罗曼诺夫王朝轰然倒塌，沙皇的野望一夜泡汤，天道好轮回。该呀，罗刹鬼该！而那个沙俄在地图上圈下想割却没割走的地儿，今天也成了独联体最眼馋的土地，这就是新疆省会乌鲁木齐。正是在沙俄步步紧逼时，1884年，满清设立新疆省，以迪化为中心。尽管10年后甲午战败，山河破碎，但是迪化城里左公的雄兵还是挡住了沙俄的虎视，而这个迪化就是我们今天的乌鲁木齐。回头来看，我们也不禁要问，为什么新疆中心由伊犁移至乌鲁木齐，就堵住了沙俄的嗜土血口？乌鲁木齐凭什么成了西域的定海神针呢？不妨啊，就让我们把时间拨回现代，重新来认识一下新疆的省会乌鲁木齐。我第一次听说乌鲁木齐啊，是一首歌，刀郎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。里头歌词就唱到，停靠在8楼的2路汽车啊，这说的呀就是乌鲁木齐。当时乌鲁木齐就有一个公交站啊，叫8楼啊。之所以叫8楼，就是因为当时乌鲁木齐最高的建筑啊有8楼。2008年我第一次去新疆，还专门去了这个8楼的公交站。那时的新疆啊还在西部大开发，乌鲁木齐大巴扎我都不敢去，因为有扒手，一切啊落后陈旧。2020年啊我又去了乌鲁木齐。但是当时的乌鲁木齐啊，到处基建，灰扑扑的，远不比上海、北京等一线城市。然而，今年2025年，我再去乌鲁木齐，我彻底震撼了。今天的乌鲁木齐啊，高楼大厦，烟火繁华，再不是刀郎歌里那个8楼的2路汽车了，8楼都不算高楼了，它如同急速行驶的中欧班列。如果中亚存在一个中心的话，那么这个中心一定是乌鲁木齐。哎，不信您请看。中国亚欧博览会乌鲁木齐是永久会址，每届博览会的签约金额数以千亿计。乌鲁木齐的天山机场，也就是之前的蒂窝堡机场，旅客的吞吐量超过2000万人次。各大银行、比亚迪等大型的企业在中亚的总部啊，纷纷设在了乌鲁木齐。现在的乌鲁木齐是绝对的中亚第一大都会。可是当我去了新疆的博物馆，我又诧异的发现，我们往前推500年，别说乌鲁木齐在西域排不上号，连乌鲁木齐这个城都不存在。我们都听过西域36国，这是在张骞凿空西域后，班固所提出的地理名。这36国里哪个是乌鲁木齐呢？抱歉啊，没有乌鲁木齐。当时的乌鲁木齐属车师国，但也不是中心。车师国的都城是在今天吐鲁番的交河故城。即使是在明清时期，新疆的中心也不在乌鲁木齐，而是在伊犁。伊宁就是当时伊犁将军府的治所。那么乌鲁木齐是怎么从西域小透明逆袭成为新疆新中心的？我们还是得说到乌鲁木齐这个名字。乌鲁木齐这个名字啊，源自准噶尔蒙古语，意为优美的牧场。
在漫长的千年时光里，乌鲁木齐牛羊遍地，但却无人问津，直至1758年。这一年，平定准噶尔的满清在这儿筑了要塞，名曰乌鲁木齐。1763年，乾隆皇帝给乌鲁木齐命名为迪化城，意思是启迪教化。那由此开始呢，迪化这个名字一直就用到了1954年。由于迪化有驻军、晋商、经商等纷纷来迪化做军需生意，形成了一个买卖城。到了1867年，阿古柏军在南疆建立了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。3年后，阿古柏夺取了吐鲁番，并接收了从甘肃逃亡到新疆的陕甘回变的白彦虎部。二乌河流，北京震动。于是，在1875年，陕甘总督左宗棠率湘军入疆，并最终在1877年收复新疆。为了防范沙俄魔爪，满清在新疆设省，并把省会定在了迪化。那么，为什么是这儿呢？我们打开地图一看就了然了。乌鲁木齐是天然的地理中心，东连东亚，西连西亚，还有天山的天险，可以说是自成门户。东连西出，动脉枢纽，人流、物流、资金流、信息流都在这里集散。放眼中亚再没有哪个城市有这么超然的地位。事实也证明了，清廷班师乌鲁木齐非常明智，沙俄的战争机器自此再未往前进一寸。到了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。1954年，由于迪化本身有教化归顺的旧王朝思想，所以又把迪化恢复为原名乌鲁木齐。1955年，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成立，乌鲁木齐也开启了新的征程。我们反过来看，沙俄为什么最想割走乌鲁木齐其实就是想夺走压舱石，吞下整个新疆。沙俄这个嗜土狂魔，那真是司马昭之心。可沙俄最想割却没割走的地儿，今天已经成了独联体最眼馋的地儿。中亚各斯坦国的贸易轮盘不再指向北方的俄罗斯，而是指向了东方的新疆。根据新疆海关的数据2023年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突破了3573.3亿元人民币，这其中对中亚5国的出口总值同比增长了50.3%，占新疆外贸总值的近80%。而我在中亚5斯坦的各个巴扎里都能看到中国制造。这些中国制造从哪儿来呢？就是从乌鲁木齐来中转。我所住的酒店里酒店大堂里也不时可以听到俄语。这些说俄语的就是中亚斯坦国来的商人。回望历史，我们不得不感慨，华夏幸有左公。如果没有左公收复新疆，真的不知道新疆这块土地会遭遇什么。看看当初割出去的土地，吉尔吉斯坦全中亚第2穷。2024年全国 GDP 也才119亿美元，而乌鲁木齐一个市 GDP 就是吉国的4倍多，一国还不如一个市。再来看哈萨克斯坦东部，只有阿拉木图还算是繁华，但是环阿拉木图的地区一片死寂。近20年移民去哈国的哈族人，今天基本是在环阿拉木图地区放羊牧马，但是他们的故乡新疆现在却是欣欣向荣，新气象。而且我这一路走来，乌市不仅是最现代化的，物价也是中亚第2低仅次于土库曼斯坦，6块钱吃一份素抓饭，这在塔什干想都不要想。萨马尔罕光一个烤包子就得4块钱。新疆特色的家常拌面也是我认为中亚第1美食，而且只要12块。我在比什凯克花了15块钱买了一碗拉面，上来一看，韩国新拉面，方便面泡的。如果我们站在上帝视角来看中亚，就会发现中国的国境线成了一条工业化、现代化的胡焕庸线。这条线向西是贫穷，是落后，是苏联时期的基建，是停滞40多年的经济。但是这条线向东是繁荣，是进步，是5年巨变的基建，是正在腾飞的 GDP。最直观的就是在新疆塔县，塔县以西是塔利班的阿富汗，是人均 GDP 不到2万人民币的巴基斯坦，中亚最穷斯坦国塔吉克斯坦，夜里连个路灯都没有，但是塔县却是人均 GDP 8万多人民币，小康生活、平价物资，还有阿富汗人求之不得的稳定。沙俄最想割但却没有割走的土地，如今真的是中亚最璀璨的明珠。这不是自夸，这是事实。这当然是中国之幸，但反过来想，对于新疆人民来说，没有被沙俄鲸吞，没有被宗教侵蚀，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，何尝不也是幸运呢？
就像我在塔县认识的塔吉克女孩莎莎啊，尽管是塔吉克族啊，但她却有南亚血统，就是她的皮肤要比通常塔吉克族要黑许多。可是为什么你好像跟普通的那个塔吉克族不太一样哎？怎么样？是不是啊？因为他的黑被我传染了。啊，对，没有那么的白，说。对，就是我跟我爸爸遗传的，那时候我爸爸挺黑的，然后就跟我爸爸啥啊，离我的背就很像那个，你知道伊朗知道吗？就很像伊朗的女孩。伊朗的。很好看，健康那种。我说啊，也许你祖上有阿富汗人，他跟我说还好我不是阿富汗人，不然啊每天就过得像个死人一样。还好我是中国人。走在新疆，常常会看到一句话：56个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团结在一起。有些人只是把它当个口号，但是我走过5个斯坦国，再来看这句话，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感动。中国就像那颗红石榴，56个民族成就了祖国，但祖国也成了所有中华儿女的庇护。乌鲁木齐之所以能够成为中亚的中心，也是因为在它身后站着的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中国。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亚洲的中心，也因为中华民族有56个亲如一家的兄弟姐妹。希望大家都能够去新疆看看我们的大美新疆，也希望新疆越来越好，越来越进步。好了，以上今天所有内容了。如果你也对人宗教和主义感兴趣，如果你也热爱思考，如果你也对人类的一切充满好奇，那么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是袁然，你们可以叫我阿冉。下一期我再来请平安麦大家，拜拜。